有一场和他拍那个一起就是沐浴的戏。今天怎么这边我这么多？然后完了以后，我不是要解他衣服嘛？然后刚解到这儿的时候，他还正常的。当我把他就解到这儿的时候，他咚一下就这样挺起来，我吓一跳，我说你干嘛？就是他这个东西是一个男人的本能，就是你露到，比如说你说大家要看一下你的二头肌，那正常情况下放松的时候是不会使劲的，但是他但凡一撸起来，他自个儿就懂吗？就跟那个膝跳反应是一个道理。这点是一个男人自我面子、自我尊严的一个机制，你知道吗？就是有人如果一碰到你哪里，你就会哎对，很简单，他就这样，我吓死了。你以为咋的？一激灵是吧？就是确实就是感觉练的挺好的，但就突然感觉这个人砰一下变得很厚。因为我跟何宇是同一个健身房，在横店，我们老在那边一起健身，一起遇到。他的出勤率很高啊，他可以是，比如拍戏中间有一点空档，他都可以去蹲个腿去练一下。对，我当时戴着头套在那个健身房碰到 Peter 哥，他还问我为什么戴着头套过来。但是戴着头套一练特别容易崩开。对，但我以前也会这样子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排除万难，为了肌肉排除万难，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就在练的时候戴着那个头套的时候，都要憋住我们的汗，你知道吗？然后又不能喊得太用力，一喊的别，它就松掉了，对，就开了。面部不能使劲，不能带长。对，所以会戴着头套有一些健身是吗？会戴着那个发套去健身吗？就是比如说中间换场的时候有时间去啊。就是古人健身的画面也是蛮神奇的啊。那其实我们 Peter 哥除了我们剧外啊，这个刚刚用形容词梦姐说很厚，那其实我们剧内其实也是一个很威武雄壮的男人。这个角色可能目前戏份还不多，可能大家没有了解。我们也请两位晚辈推荐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Peter 哥的这个角色好不好？让大家期待一下。其实我们之前通过角色的话语，其实侧面了解了一下，我们再听一下我们两位晚辈本人再来推荐一下，来介绍一下。因为就是之前其实在这部剧之前也认识 Peter 哥，我们之前也就是一起演过一部剧，但是我们俩没有对手戏。对，然后呢，就当我们化妆的时候，就是能碰见。我也在吗？哦，你也在。对啊，忙，他也在。然后我们化妆的时候会碰见 Peter 哥，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哇 ，Peter 哥保养的好好啊！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肯定就是 Peter 哥演了那么多厉害的作品，我们肯定都看过不止一部啊。然后呢，就是而且我们 Peter 哥也是那种就是古装和现代古今都皆宜的嘛。然后就是当时看到他以后就觉得真的没什么变化，就这些年。然后后来我当时拍这个戏，我说哎，那谁来演我父亲啊？然后他们说就是骗了 Peter 哥。哦，这个我知道。骗来的。那个 Peter 哥问制片人说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制片人说是一种威猛无敌最强的王者男人。对，Peter 哥说好吧。然后来了以后发现有好几个闺女。对，我本来以为我只有一个小孩，然后后来慢慢边拍边说，哎，怎么我又蹦出了一个小孩？然后那小孩年纪怎么这么大？原来我是好几个小孩的爹了。然后我自己都没心理准备啊，这么快我要开始进入到专门演爹的这个行列了，已经开启个新赛道。就是好演员的赛道就是广，可以从那个少年演到爹完全没问题。Peter哥完全所有都 hold 得住，我发现对不对？两位都能 hold 得住。泰山大人。塑造能力，所以两位在这两天，昨天已经开播了嘛？这两天有看到一些关于这个角色或者剧的相关的评论吗？跟自己有看到啊？有一些梗吗？有看到一些比如说站内的那个梗吗？比如腾讯视频站内的一些热梗、弹幕啊之类的。没怎么看，但是我有那个看到他们说觉得我特别适合演鬼的啊，我也觉得我很适合演那个美鬼。对，美鬼就是那种就什么妖魔鬼怪呀那种。你就是想吓人是吧？就是我觉得我确实适合呀，但是就是也没有这种角色找我。其实也有。
啊，真的吗？那我们到时候选择一下。皮特哥现在已经开始当导演了，那个皮特哥后面如果有合适的角色，哎，但是算了，都为了说我女儿弄个鬼片好了。什么鬼片？我是喜欢的，但是就是希望以后能接触得到吧。但是我跟你说，我后面要好好就是多接点现代剧了，省得老说我古装剧的。鬼都很漂亮的，还有法力无边，法力无边。法力无边都很厉害的。以上呢有看到这个角色或者我们剧的相关的你看到的一些评论吗？或者是留言？我看到其实一出场的时候，那个一出场把眼睛蒙上了，可能有点那个。他们说你射箭就射箭，为什么蒙眼睛是这个吗？睁开就射不准，射不准了所以说呢，蒙上能蒙对。其实那个何润东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看到一些 cut 试出来了，对不对？大家还是全网蛮期待这个您的角色上线的。然后也有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吗？然后有觉得这次去是被梦姐或者被剧组骗过去，有这种被骗的感觉吗？其实还好啦，因为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因为只是比我预想的还要进入到演爹的这个赛道而已。然后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他是演西北王嘛，那他是有在外面是非常强悍的一面，但他就是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因为呢面对女儿呢就是哇很疼爱很疼爱，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蛮可爱的。对，然后呢一开始又很讨厌啊小黄庸，就觉得说好像他就是很弱啊怎么样，但是就是慢慢会探讨到他的好，然后觉得他其实有智慧，然后又很能打，又有勇气这样子。其实我们皮特哥的这个西北王有一些片段，有一个出圈的是这个妇女在这个城门转圈抱的名场面。对，对他就是那天的时候，因为我那个衣服其实也是有些重量的，然后皮特哥又穿的那种大袄，就是感觉很重，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抱不动我吧？然后皮特哥就说就是能抱我转10圈。你不能问这个，不问抱转圈，问了抱转2圈。重点是你知道现场这么多人，你竟然质疑我，问我能不能抱不会不会抱不动你？你知道一个男人的面子我要放哪里呢？你没有看到皮特哥那个进装的那个路透巨高大威猛，像是骑着马来的，其实人家在走路。你这马来吗？太夸张了吧你！他下车像是那种下车就骑上马然后进装。我当时看了好多遍，我在研究皮特哥的为啥那一块肌肉能长那么大，他的肩特别大肩宽。那我们就要替网友们问一下，现在这个状态在吗？要不要就是稍微秀一下，给我们屏幕秀一下有吗？何宇吗？还是我？当然皮特哥了，刚刚和那个宇少都夸成这样了，我们真的很想看一下。我已经大概4个多月没有举过一次哑铃了，因为我刚在台湾省这边在导一个戏嘛，然后3天前才杀青，所以我现在骨瘦如柴啊！我要所以只能由我骨瘦如柴女婿来展露肌肉的这个环节。对啊，我知道那个皮特哥，你应该说你手无缚鸡之力那个，我看过那个片段。对，真的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哪个我太好笑了吧？我到时候送给你。这个真的很谦虚，因为光从我们镜头看这个肩膀的宽度就是真的很壮啊，威武雄壮，一点不过分。那其实我们今天是刚刚也介绍的是一个我们悠悠鹿鸣的见家长局嘛，那是不是我们也得考察一下？因为昨天我们的皮特哥在社交平台也说了，贤婿还是尚待考察一下。我们现场要不要考察一下？刚刚其实表达能力已经很好了，说的很好，好像对我们的这个西河对女儿的爱意我们也感受到了。但是呢，唱歌方面我们其实也可以，如果有才艺的话，也可以展示一下。因为我们听说宇少这次也参与 OST 的演唱，对不对？要不要来现场展一下歌喉，让我们岳父大人考察考察？我们这西北一家，他们都不善于表达。没事，你就把这当 KTV。岳父大人想听吗？想听一下吗？当然想了。这样，我教那个西河唱一首那个肖华庸去西域学来的洋文歌，好吧？有这事吗？剧情里没有，我瞎编的。我唱一句，你学一句，好吧？你唱什么啊？
别搞我啊！你唱什么？我怎么敢搞你你呢？唱我听听啊！你唱我听听。Doctor 哎呀，这个我会唱，啊，这是你最喜欢的 You are a singer 真行，你可那我们让太子唱一遍，然后我们西河跟一遍吧，可以吗？让那个 Peter 哥去唱。 Peter 哥我唱什么？是观众，我是那个评审，我是评审。啊但是他唱歌挺好听的。Doctor You are a singer 我跟你说，Peter 哥是不是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对啊，那个什么 Doctor You're Single 那什么东西啊？啊，对对，这个歌呀，你听过吗，哥？没有啊，就是那哪里来的歌啊？ Doctor Actor Lawyer or 对 Singer 一个热门短的歌曲，对。哎，那我们这样，宇少唱一个原版，我们要再听一个梦姐版，好不好？啊，你唱一版，你会不会唱？你别到时候你唱的不如我好听。咱俩可能唱的一样。你唱。Doctor Actor Lawyer or Singer Doctor Actor Lawyer or Singer 好，那我们看梦姐的版本是什么样子的。梦姐要超越我们的宇少啊！ Doctor Actor Lawyer or Singer。哦，不是哇，对，唱错了当时。梦姐远超我们的预期，我感觉唱的好好听。来，我们听那个我们的父亲大人，我们的阿爹，的。特别棒。阿爹要不要点评一下？觉得两人的歌声如何？弦序还行吗？变来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个歌，它算是一首歌吗？我觉得 Peter 哥先吃，我们的面来了。啊，就是家里不先吃。啊，我只能说，感觉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人旗鼓相当，对不对？都还不错。好啦，都还不错了，哈，可以当睡前的儿歌来听了。也期待着他们俩继续进步啊！哎，那其实我们今天那个我们的父亲大人阿爹已经考察完了，有一些祝福想送给两位嘛，就是也送给我们的未来的贤婿啊，因为其实我们进行中还在考察中嘛，我们的这个。听说这个太子手里有这个死亡笔记啊，就是哪个皇子 pass 就划掉一个，但是还有一些竞争对手，对不对？我们再考察考察。那我们阿爹也送上一个祝福给两位，好不好？给女儿。好啊，然后呢，也祝女儿可以早日找到她的一个丈夫，不要那么，我不会那么快就允许你的啊，所以呢，你就好好的给我表现，然后呢，所有观众们。你们一定要每天都继续看，帮我去考察一下，看他适不适合，好吗？好，我会努力的，记账。好，那你们就继续了，我要去我的下一个工作了。好，我们先跟我们Peter哥说拜拜，谢谢Peter哥今天抽空来我们站内直播，支持百花杀。拜，哥，拜拜，拜拜。我们剧中见啊！我们期待着 Peter哥啊，我们这个阿爹的角色尽快上线，跟大家见面，拜拜。快上线了吧？拜拜。好 ，Peter哥可以点一下上方 ，OK。好，我们这个来自家长的压力没有了啊，现在就是我们两位的这个悠悠鹿鸣的个人直播局了，我就先把我的镜头也关一关啊，这样我们朋友们。走了。我不走，我作为一个观众代表的旁边也观看两位的直播。我俩吃播。我俩。然后就你一个人在那找，你就这样。不是，我都下班了，你还在这车上躺着呢。对，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尽情欣赏两位的这个颜值的暴击了。然后呢，当然了，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观众的问题，那我再作为话外音也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提问，好不好？好。对，我们刚刚我们昨天其实开播之后啊，已经上线了 SVIP， 已经解锁第5集了。其实我看到好多弹幕，不知道你两位有没有看到啊？可能因为昨天看到那个梦姐也在剧组还在紧急拍摄中嘛，可能没有时间看，但其实有很多弹幕就说到我们的节奏真的很快，看着好爽，就一看就停不下来。有看到这类似相关的评论吗？我有看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就说过，说怎么感觉就是事情发展的很快，对，每天都发生好多事儿，一件接一件，就节奏非常非常快。其实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有那种就是会让大家感觉那种短剧的爽感，我觉得我们这个剧是有的，因为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拖拉，然后节奏非常的快。然后我看到一个就是觉得很可爱的评论，他就是说什么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以后我发现我已经跟不上了，就是演到哪去了。对我觉得节奏快是好事啊，是好事。好事啊。因为西河本来就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所以说他处理方式、处理事情的时候会很快、很果断。对，所以说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情去扫清障碍。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就是之前就是我也讲过，我说我们这个剧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不是说就是需要就是很费脑子，或是说就是很累的那种，因为我们就是蛮爽的、蛮轻松的一个剧。对，并且我们自己的角色也会把那个事情的理清楚，也会把逻辑说清楚。对，然后我觉得是有那种轻喜剧元素在里面的，就是有点。其实不算冷幽默了，它是只给的幽默，挺有意思的。看怎么接了，对。就是我们看评论区，你们可能也看得见啊，说这个短剧的爽感，长剧的质感，确实这个质量大家真的没话说，真的很好看。所以也欢迎大家把我们这部剧啊《百花杀》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追，真的追了停不下来。刚刚那个梦姐也说了，是节奏很快，演的时候也觉得很过瘾。所以这沈西河是你演过你觉得目前来说最爽的角色吗？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吧，他们都各有各的爽法，但是沈西河他就是在无论就是他这个人设，其实和我后面接的角色有区分，就是沈西河没有受过什么委屈，就是我之前接的角色，或是我就是微博里的角色，其实他们都是因为就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他们是受过一些委屈，然后承受过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所以他们去觉得说我不想再受委屈了，我要反抗，就是一个女性自主意识觉醒。但是其实沈西河，我觉得他是就是一开始就觉醒了。对他其实之前的时候，他作为顾青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过什么委屈，他只是不爱自己的丈夫而已，就是家族联姻嘛。对，然后呢，就是再加上就是他的父辈这边的一些政治斗争失败，所以呢，就是他也说了嘛，那胜者为王，就是败者为寇，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其实没有受过什么委屈，然后包括他，没有受过什么委屈啊，包括他后面成为沈西河以后，就沈西河也是从小就是说爹爹爱，哥哥宠，然后呢就是小公主，所以他其实就是很顺利。就我觉得顺利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如果说你经历了一些苦难才变得顺利的话，大家会觉得你很励志，因为你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然后你才有了今天的你。很成功的你是励志的，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顺利，到最后都是顺利，我觉得这才是王者人生。我就希望我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直都很顺利的呢？从头到尾顺利的呢？我觉得这种经历也会让沈西河有一种散发出的魅力，这也是肖华庸非常喜欢沈西河的一个点。对，因为其实像我就是我拍剧，如果说拍那种就是比较苦的角色，就是可能命运特别不公的角色，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是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我会被角色影响，我自己非常的不开心，因为我就觉得好苦的人生。对，但是沈西河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就是除了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有些难过那几天，对，然后其他的时候我大多数都是很开心的。但是像我之前就是拍的就是反正就是我别的角色里面，我是会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处于一个精神非常紧绷，然后呢就是很替角色难过的一个阶段，就可能那段时间我都很难过，就是也不能说难过，就是闷闷的。对，就是但从百花杀路透看出来你对我俩每天都呲个大牙笑得很猖狂。对，很猖狂。是的，其实拍着爽，然后剧情爽。我觉得这个爽，一个是比如说有一种爽法是，比如说拍这个黄钟寺跳崖，包括保这个萧氏，就是萧姨娘这几场戏的时候，是一种爽感啊，就是这种惩治坏人啊这种爽感，是吧？其实还有一种爽感，我觉得大家觉得是，比如说以为姐姐和妹妹可能有一些斗争啊之类的，结果在4、5集的时候，却帮助了妹妹。就很多人在这个剧情中，我看到很多弹幕说，哇，就是
帮助妹妹去认清渣男，保持清醒。我觉得这也是观众看到另外一种爽感。梦姐和于少觉得是不是？吃面。我也没听，所以不知道你吃面了。就是一种爽感是惩治坏人嘛，就是不管是把那个萧姨娘，对不对？他们家康王和萧姨娘嘛，把他们家就搞掉了之后，这是一种爽感，打坏的爽感；一种是帮助妹妹，就是让她认清渣男的这种清醒女主的这种爽感。是我家，我听懂了，就是那肯定是爽的，因为其实他呢就是成为沈西河以后，他其实也会带着沈西河的一些记忆，然后呢他就是觉得说就算是帮沈西河出气吧。那我刚刚说的是梦姐这个角色，梦姐其实讲了跟以往角色有一些不同。我问一下宇少好不好？何宇觉得这次肖华庸和之前饰演过的角色有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肖华庸身上有一个相对来说矛盾的点，因为肖华庸本来他是一个不是中毒了嘛，然后他又在这个朝堂上有自个的势力，所以说他应该是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隐藏自己的病，还有隐藏自己的一些痛苦，但是他有时候又很会用这些东西，就视人以弱不禁风的样子。来又告诉大家我很虚弱，然后利用这种虚弱去完成他自己的一些小的目标。所以说我觉得看似矛盾，但其实他又不太矛盾，就是他游刃有余的去利用这些东西啊。你觉得这个角色跟你本人反差大不大？那当然挺大了。但是却塑造的很好，而且目前看我们就这个角色大家还是蛮喜欢的，跟其他几个皇子比，我们可能现在确实好多观众觉得太子还是比较靠谱的。我觉得太多人喜欢太子这个角色了，所以也想问一下沈西河，所以肖华庸到底是怎么成功攻略到沈西河的？小小的说一下。我觉得沈西河他其实就是前期跟他们相识的时候，他还是属于一个就是他无论是作为沈西河还是作为顾青之，其实他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因为他没有爱过人，对，他没有爱过任何人类，不，或者是男人，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男人，所以他这个人其实为什么说就是他是一个冷血冷心的人呢？因为他其实在他这里就是可能是因为没有遇到过爱情，所以其实爱情在他的生命中占比很小很小，所以他也不知道说那我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也没有往那方面去想，但是呢，太子就会进攻，一直进攻，然后放各种马甲，然后呢就吸引他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就是其实是一个觉得自己蛮聪明的人嘛，那聪明人肯定就是想要棋逢对手嘛，然后他发现就是这个人也很聪明，然后呢两个人也就是后面也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呢就是也有一些比较搞笑的事儿，然后再加上他当时的时候也是想找一个命短的，因为他这样呢就觉得就是可能觉得就是有钱有势，然后死老公就挺开心的。对，所以呢，这些特点也吸引到了沈西河。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肖华庸的角度，沈西河身上哪些优点和哪些欣赏的点，让你觉得我要攻略他？其实刚才那个你讲的那个沈西河的一生，她就是一开始觉醒的一个女性的力量。首先这点就很吸引肖华庸，因为肖华庸平时在朝堂里，他要更多的是一种暗地里的争斗，但是我觉得沈西河其实打的是明牌，就是明牌，我就是要处理事情，我就是要释放我自个儿的一个能力，还有其实就相当于阳谋，你明白吗？阳谋是攻不破的，他用的是阳谋，所以说肖华庸就非常非常的欣赏沈西河这一点。然后其实肖华庸也想，然后沈西河做的事情也是对。你说什么？我觉得你就是觉得沈西河长得漂亮，上来就说这个心底话。我就说，其实我没啥别的需求，我看着人家太漂亮，我受不了。对，我回头我寻思，我不行，我出门找他去。然后前面几集我天天就跟踪你。
跟踪我，天天真的很好笑，他一直跟踪我。远远的。我那天还看到镜头，我昨天还看一个弹幕说，怎么哪都有你，因为你一直在那跟但你看不见踪我。对，我那天就叫你，说你走的真是够快的，哪都有你。说你不是在那跟踪我吗？过一会儿，然后那个小九出来了，你也在那旁边看着，都在看着。说哪都有。你去了每个景，我都在旁边那个观察。那个环境最不好那个地方窝着。你是侦探来的，对，很好笑。真的，一个镜头过去，发现小树林的那个后面有2双眼睛，是那个太子和他的小跟班儿。但是刚刚少华同学现场听到了，其实沈西和选中你有一个点是因为觉得你短命，所以听到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反应？从太子的角度来说，其实短命对我来说是个优势啊，对吧？对，而且我又是太子，又短命，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这是他自己过来跟我说的。对啊，说你要需要的话，我可早死。对，是吧？生无所长，性而体弱，你若嫌我碍事，我可早死。对，他自己来跟我讲的，这是他就是攻略我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就是对话语。他自己过来跟我讲的。我也是因为这个短命，最后才能娶到西河。但是我觉得我娶到以后，我就不想让他死了啊，就失落了，又难受。我也想多，哎。所以我跟你说，得看后面。所以我跟你说，咱现在聊这个太早。这个女人就是很容易变的。也不是你那相处真心换真心，相处下来，伟大的暧昧期结束以后是更伟大的什么期？热恋期。对。好，说到这一点啊，那我们就先抛开剧情不谈，咱先抛开啊。沈西河觉得皇子团其实谁最打动你？抛开剧情不谈，就说人物的特性，不说剧情，抛掉梦想。吧，因为就是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就是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给你想要的很重要。对，就是这样的话，你会省掉很多麻烦，然后大家就是都很简单。就我喜欢简单的人和简单的事儿，就很尊重彼此。对，听出来了，不管抛不抛开剧情，咱就是抛不开太子了。没有吗？你粘人死了，前面就没有说是我必须要怎么样。咋没有？你去了人说送人回家，到人家他就不走了，还偷手帕子，还偷手帕子，对，你有什么分寸感？我觉得我这边做的还有点没有。他来我家说送我回府，然后在被子送，然后就来了，来我家坐着就不走了，开始玩我小动物，玩那小猫，然后玩完以后的时候。然后在那假装跟我说话，趁我不备把我绣的小手帕给拿走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墨玉还出来跟我说，我说哎，我那手帕呢？然后墨玉在那找，然后我说你问道具老师呀？没有，我说这个太子，我说拿我手帕，我说你敢信吗？一个太子把人家手偷人家小手帕，又撸我们的毒火，对不对？又去偷小手帕啊。给我手帕子，主要是当自个儿家了。主要是因为就是他一定要在我面前好像都没拍，你怎么偷走的？是不是？拍了，我那你拍了，真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剧情中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名场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小细节，聊起来都是很开心，对不对？所以如果除了这些小细节，我们再推荐一下悠悠鹿鸣，比如氛围感的天花板的这样的剧情或名场面的话，两位有什么高光的剧情或者是名场面氛围感的给大家推荐的吗？吸引大家往后追一追，继续追剧。你觉得哪个？我觉得我跟你说，有一个他给我放烟花的，但是他不在我身边，他在我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烟花是他为我放的，然后我旁边站着西哥。西哥给你放了个小的烟火秀，他画了个更大的烟火秀。然后虽然我旁边站的西哥，然后他站我很对面。那天咱们俩都没通逛，我能看到你的人，但我看不到你，就你很小，但是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这样演的。你是这样演的吗？你怎么演的？然后那个天元在旁边，对，然后我在旁边，我看完以后，我回头跟西哥说，我说这样的太子你怎么比啊？哎呀，就很好笑。那天太子的时候，我放个小烟花秀，然后我在那看啊，不是太子，那个西哥给我放个小烟花秀，我这样看一会儿，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看完了我能走了吧？然后刚要走，我听太宗梆梆梆梆梆，然后太子在那放的更大更有钱，我给他看啊。虽然我也没有很高兴，我跟你说，因为沈西河这个人吧，就是他真的还算是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说笑嘻嘻的那种人物，你知道吗？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你看不透，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那种淡淡的顺顺的那种人吧，我觉得淡淡的顺顺。对，所以他就是当他出现这种言语攻击的时候，其实意思就是虽然我在跟西哥讲，我说这样的太子你怎么能比啊？但其实我心里在说的就是太子好棒。我在那边接触到了，我就感受到那边可能会说这种话，所以我但是后面就随着他就是懂得什么是爱情，然后正式就大家进入了一个爱情阶段的话，那沈西河就是一些他在之前没有展示过的一面都会慢慢释放出来，就是很多可爱的一面，就是在正常陷入恋爱中的一些融化冰山之后该有的这些东西他都会有。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慢慢看吧，因为我觉得后面真的就是蛮好看的，包括就是沈西河和夏华庸之间的一些误会，也会就是后面也有一些比较加大的一些就是碰撞。那还好，咱也吵了没多长时间就和好。虽然哄你嘛。对，就我们俩和好的也快，但我们俩也吵。但我那场戏贼无情。你说那个就发现，对啊，我发现那场戏贼无情。下着雪，那场戏挺爽的，那场戏有点爽。就是你看，应该是13集，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生气，就是我觉得你不能骗人，还被人发现，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很生气。但是他那会儿就是他也看出来，因为他也知道我这个。其实我觉得你那时候你不怎么太了解我，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以为就是咱俩肯定没戏了，吧？我觉得是有戏的，还觉得有戏呢，我都那样了。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明白你想要什么的，我只要非常认真的。但你骗人了，身不由己。啥身不由己？你就是骗人了。我那些势力是最后咱昨天不是说了吗？发展下来不都最后都到你那儿了？那反正你不该骗人。然后完了以后我就揭穿他，然后那场戏我演的非常冷漠，就是我整个人就是毫无情感，对，就看他，然后非常冷淡的看他，我也没有生气，就是他怎么人走了？没有，他转了个方向。我就也不生气，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能刺激到别人的就是不是愤怒，是没有任何的反馈。对，然后我非常淡漠的跟他讲，就怎么地，把这个还给你喽。然后他整个人就是在那哭完了以后，我说走了，我走，背后抱我以后，就是我也没有很大的反抗，我就跟他讲怎么地，走了。我那场戏爽，那场戏爽。我说你走完去干嘛？我走完以后，人家那个墨玉和那个珍珠就问我说说郡主，你真的这么对他吗？然后我就说，哎呀，反正就也不是一路的人了，就是做个了断挺好的。然后我在那儿那个啥，使劲攥着那个那叫什么簪子，然后流血。对，在那场但是我后来就是喜欢了以后，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跟他有这个感情的连接，是因为他死得早，但是后面爱上他以后就不想让他死得早，会因为他身体不好，会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陪我很久而难过。我有场戏自己在那个窗那啊哭呢。你咋不告诉我？不是因为我过去给你抹眼泪。因为那会儿他过来送喜帖，然后呢，对，反正喜帖不是对，但是他同时还送来了就是他什么活不了多久的那个东西吧，命脉案，给我拿来脉案，然后他给我的时候跟我说他活不了多久了，把脉案给我了，然后我当下就是说，那能活多久啊？你说活多久来着？1年半载。后面我努力了，然后咱不是又。你肯定当时就骗我，他当时跟我说什么1年半载的，后面我看活了好几年。饥饿营销，反正活大哥比我当时说的那个时间不是这样的，我也舍不得啊。你看我一开始其实我在治病的时候很疼，然后我就想着我要么一去了之了，但是我遇到西河以后，我对世间有留恋，我又不想走，我也想好好的。是呢，他拍那个给他就是那个治病的时候。
疼成那样，每个肌肉还都能鼓起来，哦，那个真疼啊！你可真疼啊！其实这个东西我其实还有点担心，因为他拍那个疼痛的时候真的很像，你在干嘛？就是他时间很长，你知道吗？那不为了给你拍的帅点吗？但是他时间长看起来稍微有点色情不是色情，不舒服，就不知道已经在那个厕所啊之类的啊？真的假的？太长我了，回去看看，我好好看看这个。反正就很长。我不知道，完了，他一直有点担心，有点担心。然后哎，说到哪了？我说到哪了？我不知道，刚刚聊了那个，我就想到那个说到哪了？我也忘了。我说哪了？说你俩剧透太多了。哦，那个不舍得，那个能活多久？对，然后完了以后，我就在那回家看那个命脉，就是然后我自己在家里就这样，在我的小窗口就这样，可不可以不要死？就是很好笑。你在这可不可以不要死？我在那边治病。对，我不想死。但是我表妹又不跟他讲，我表妹还跟他说，好啊好啊什么的，就那一段。对，然后后面大家是不是不能剧透那么多呀？是，咱一会儿聊到大结局马上聊完了，你俩。是啊，我都聊到中尾部了。中尾部。反正就是节奏真的很快，就是发生可多事儿了。但其实刚刚也不算剧透了，聊的主要是两个人的一个关系。但其实除了我们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之外，我们这个故事框架还是很大的，还有很多人角色，包括这个西北王，其实都没有聊到。所以大家记得每天要来我们腾讯视频站内追剧去解锁后面的剧情哦，千万不要忘记了。那刚刚我们梦姐其实跟那个雨少也聊到了刚刚的后面的情感发展，但其实两位的角色喜欢对方其实不一样，对不对？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是一见钟情，一个算日久生情，可以这么说吗？雨少算是就太子算是一见钟情，太子是一见钟情后日久更深情。他是断的啊。但是沈西河应该昨天也开播的时候也说到了，他是不会一见钟情的这种性格，对不对？是他算是就是时间久了吧，就有目的的相处中爱上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这两天昨天刚刚更新的这个内容吧，因为我们其实大家昨天可能看开播直播还不太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剧情啊。那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其实沈西河他有一个我们昨天其实聊到的，他有一个标签，他是一个调香圣手。所以梦姐在演这个角色前有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一些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吗？有，我们去学了，然后我也他跟我一起学，学他跟我一起学。哎我说你要调香吗？你跟我一起学。陪伴嘛，他说陪伴，陪我在那学调香，学半天学不明白，学不明白，因为就是那个需要就是很沉淀，一点点滴，一点点压，然后抠。对，然后有什么知识点吗？那个梦姐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学完之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香，以及根本不会调香啊，有没有一些知识点你觉得很神奇或者很好玩的，跟我们分享分享？调香吗？就是你需要非常非常的沉静，因为就是你要压完以后，它那个地方就是它补的那个东西，你要一点点就是抠，你知道吗？你就要稍微急一点，它就很容易就突然就散了啊，对，就点不起来了。就是有点复杂，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不容易，你那就永远点不上来啊，对，他永远点不上来。我们主要是陪伴嘛，我那边主要是煮茶的，我的还能点上来呢，我弄的。那除了我，其实我们剧中啊，除了是香香的，还其实有点亮亮的，因为我们5集的时候5集的结尾，其实我们也看到那个有一个叫什么花海吧，对，这个苔藓。那个好听，画面也很美。湖里面的小池塘里面的，哎，他刚还说他这角色绅士，多会占人便宜，还抱人家腰给人抱上去。虽然那个不是他真的抱上去，哎，那天是我自己是不是有个脚就帮你助力了，还是你直接给我抱上去？我忘了。我给你抱上去了，这么有劲儿吗？不是，我今天翻了个花絮，我看他们说什么需要自己能跳上去。他那个动作是这样的。这样放上去的，对啊，那正常人不可能这样放的，你就不是小巧克力，那你咋给放上去的？我是得这样给你弄上去，它就显得不太好看。那后来我自己跳上去的，不是，后来他拍了个特写，咱俩人都我说我在那想，我说这么大劲儿吗？
但你想，他只能这个动作放上去，他只能举。但是咱俩那个屋顶是屋顶被举上去的，是吧？猛吧？猛，那个挺猛的。哎呀，咱别剧透，我的屋顶都20来级了。你聊这个我肯定得解释一下，不然这么说我们快30级了，你知道吗？他当时的时候那个真的挺好看的，因为我那件衣服也挺漂亮，那个衣服是我最喜欢的。还有个那个小衣裙，那个衣服很漂亮，而且我的制片人就是我百花纱的制片人姐姐，她也非常喜欢那套衣服，我也很喜欢，那衣服多好看呀！她给穿走了啊？没穿走，但我们那个衣服好像没几场戏，好可惜哦。然后我们就放就那个花海可漂亮了，而且他当时跟我说那台词，我真是受不了，跟我说什么在有情人的眼波里，对，反正就是他其实那个花海，大家现在看的时候是很漂亮，其实那阵就是几个我们要靠想象 LED 灯，我们得靠想象，我们没有想到他们后来做会这么漂亮。对，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是觉得一个小灯一照，然后水面粼粼，然后他旁边还有个拖把在那把水弄对，然后他把人抱上去，然后我还得表现出就是很漂亮的样子，然后他还说什么因为他在有情人的眼波里，对肖华庸确实就是土味情话一个来一个的，知识储备有很多这种小词儿，全是这种各种土味情话，可能积累了很久，一直也没说过，然后遇到西河以后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后来还我们除了那小猫咪以外，我们还养了一个小鹦鹉叫百岁啊，对，然后那个小鹦鹉就是它会传递很多话。我带小鹦鹉来啊，不剧透了，不剧透了，反正，哎，我这真挺有意思的。其实咱俩那个婚后，其实婚后对，就是这种搞笑就比较有意思。你现在有点西北口音了，真的假的？婚后，我没说错啊，婚后啊。哦，你刚才听错了，你听错了。洗耳朵。就是我们俩就是婚后，其实就是我觉得这种真的是不是那个有意思的就会更多。我们俩哎呀，真的很好笑。因为你看，我们俩拍的时候都要笑死了。因为婚后以后你就得住东宫了。住东宫的话，我就不用去那个你的家里面黏着不走了，因为我也住东宫。哎，你说巧不巧？那我们俩太巧了！我在床上躺着，一回头看见是你，我吓一跳。我的宠爱你看以前是太巧了，怎么结完婚之后住一起了？太巧了。对呀，然后但是我们有那个警戒线，我还给他拉条红色警戒线。说太多了，这个不说了。好，不说了，我们更加期待了，更加期待了。那个警戒线，反正是有意思。那个不说了。你不是让你躺在那儿，我在旁边是怎么进去？都是那种像蛇一样游走。反正哎，别说了，别说了，这个太靠后了。我再说那个演一半中间我都是笑的。啊，反正哎，再看吧，看剧吧，反正挺有意思的。我跟你演戏很少看到你整个眼睛放大，因为你每天眼睛都笑的，就是眯到一起。因为你是背对着的，我在后面。你不知道？啥呀？就我得穿越那个火线。反正挺难的。我当时我演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碰到他，我逼死。真的假的？那线就像地雷要炸。那个。可紧张，本来天就热，然后咱那被窝又厚，又像那个炕。我那个对，因为他身体不好，我们那个他在东宫的那个床像炕一样，底下要永远烧火。对，然后我本来就怕热，然后我还得小心翼翼的那个穿越火线，反正到时候大家看剧吧。很好笑，给我弄得缺氧了在那儿。隐忍，我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当时的时候麦粒肿，我现在也在麦粒肿，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很容易麦粒肿，最近太潮湿了。对，但是我这次的麦粒肿它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还是能上妆的。但我在百花那次麦粒肿就肿是肿的左眼，肿这么大。那个小眼罩，没啥用，肿这么大，然后锃亮的，就眼睛已经就我眼睛都睁不开了，肿这么大，然后锃亮那种。然后我就休息了2天吧，还去打针了，但也没有消。然后第3天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们得赶进度嘛，他不能再休息了，然后我就来上班，但我只画了这张脸，就我左边脸没有画，唇侧，我只画了右边脸，因为左边这个眼睛实在是上不了妆，确实当时肿得很厉害。然后我就去现场看他，然后何宇都快笑死了，因为我这边是没有妆的，然后这边是有妆的，然后他就是看我这2边眼睛。挺可爱的，两边各聊各的，我跟两位姐玩。到时候大家就看一看我说的这个是哪几场戏，看你们能不能发现。
那天能拍几场？得拍个4、5场。有一场特别长的嗯一点截止，有个我们俩聊了半天那个，得有那天好像也得拍了4、5场戏，到时候就看你们能不能发现哪个是人家就是麦粒肿的时候带半边脸拍的。但是怎么留言给我？截图你发现不就好了？截图然后发到梦姐的社交平台上去。咱们就去看。对，你可以发到对了，咱就可以剧翻拍超是吗？啊，你可以发到剧超里艾特我看，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聪明的小宝贝。那我们就跟观众们约定好啊，大家要去看啊，看谁能找到尽可能多的那个是那场那几场戏啊，可以截图。有很多场，就很多那天天下的通告， 4、5、6场吧，顶多了。 4、5、6场，等待着大家的截图哦，看谁是这个8倍镜看着这个放大镜看剧的啊。好，那其实刚刚聊了好多啊，那我们网友们也很想了解说，两位这次二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因为感觉我们不管昨天还是今天的直播氛围都超级好，所以两位二搭的感受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那我们开心，大家有觉得更默契吗？有觉得更默契吗？就是梅超风和陈玄风还有沈西河和校花庸都是在彼此非常非常相爱的时候要离别。对，怎么老给你演这种戏啊？那个费劲巴拉的，终于好，而且每一个都是他对我一见钟情。费劲巴拉，说明漂亮，这很纯粹，这个人太纯粹了，很纯粹。你看，你都最好的时候，对，你看大家马上就要过非常美好的生活和向往。而且他一直他每次跟我拍戏，他都演恋爱脑，对不对？见到你就恋爱了，就是工作上面也有正事儿，但是就是，反正挺喜欢的，很喜欢，就一股脑的爱他。对。但我们这个也不剧透 ending 了，他们自己想的。梦姐在我们直播还有4分钟的时候，终于说我不剧透了，你们自己想。我不想说。其实确实是内容太丰富了，也说不完。一键基本把剧本剖析完了，都剖析完了。没有，我还是留了一点有意思的。我刚才都脚趾都抓到地上，想别说了。还有啥？一会儿给你讲。还是有一点有意思的，我们没说的。今天的已经好，今天更新了，大家对，已经更新了。我们直播结束之后马上可以去看啦。那我们还有3分钟，那这样吧，其实我们今天直播真的很欢乐，感觉两位是从头笑到尾。我们也想了解，有两位的话谁更容易笑？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30秒钟的时间，两位可以对视一下，看谁先笑出来，可以搞怪或者用语言来攻击，看谁先笑出来。我们输的人有个小惩罚。笑了。来，正式开始啊！我们刚刚算热身，来，两位准备好，3、2、1，开始。表情和语言都可以。哎，你笑了。你脚，我在底下踩他的脚。梦姐还是有高招的啊！然后米少就是上面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下面来了。我在底下踩他。好，那我们的羽少惜败啊，我们一个小惩罚，输的人要向赢的人说一句土味情话。哎，那不张口就来吗？我们羽少刚才来这之前去钓鱼了，你问我钓了什么鱼？钓的什么鱼？爱你至死不渝。哎呀，哟，去买了一个地。你没说的，你不用说。那你可以说，你说。我去买了个地。啊，什么叫忘记？你有病是不是？我买的是爱你死一大地，就是配套的。配套。好，我最后还有一个1分钟时间啊，我们看一下直播的朋友们有什么这个犯傻的小福利，我们可以帮两位啊，让两位在直播间完成一下。哎，我们其实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这里啊，我们的小柠檬还有我们的岛屿都在。有什么哦？小猫耳朵，这里有一个朋友小猫耳朵是要谁完成的？梦姐比心，还有一个小猫耳朵。那我们两位都一起好不好？一起比心和在一起做一个小猫耳朵给大家截图好不好？来，我们悠悠鹿鸣，小猫耳朵，好，耶，赶紧截图。好，最后我们比心跟大家 say goodbye， 然后大家赶紧去追剧喽，拜拜，我们剧中见，拜拜。
关了。